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回来有一会儿了，娇娇快出来吃饭吧。小布，怎么我大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？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可能是因为沈娘亲要去给周云京送饭吧，现在其他人还在僵持着。这是周云京利用傀儡谷下的命令，他到底想做什么啊？他现在不是应该专注于哄骗高明雅那边才对吗？周云京跟沈娘亲下的命令是给他送晚膳到侍郎府，并且要表现出纠缠周云京的样子。他让我娘给他送晚膳，还是送去侍郎府？这也太奇怪了。周云京将毁了沈娘亲的名声。我娘亲今天中午也去给周云京送饭了？并没有，这是周云京下午在外面遇上沈娘亲的时候才下达的任务。他一边思考着，一边走出房间，来到餐桌前坐下。众人停下自己的动作，看向沈月娇。只有沈清像是得到了解放，手中提着食盒就要往外走。娘亲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不一起用晚膳吗？沈清满脸木然，抬眸看向沈月娇。我要去给你们爹送晚膳，不是我亲手做的，他吃不下去的。天色已经晚了，那我和娘亲一起去吧，我们两个可以做个伴儿。娘亲，到了，我们下车吧。等会儿你爹就出来了。他们来得晚，路上故意磨蹭了一会儿，再等2刻钟便到宵禁时间了。宵禁时间一到，京城的街道上就不能有行人走动，否则就会被巡逻的士兵抓走，当作细作或者罪犯处理，而且还会遭受酷刑折磨。难道周云京让娘来送饭，就是为了让她陷入危险之中吗？这样一来，我和哥哥们就只能被迫跟随周云京生活。这老家伙可真是阴险啊！不行，我得给那老东西点教训，总不能让他害了人还活得这么潇洒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沈月娇见侍郎府大门紧闭，没有人要出来的意思，便直接将一根银针扎在他娘的后颈处，沈清直接软倒下去，又从空间里取出一包药粉，撒在食盒里面的菜上。大哥，就要到宵禁的时间了，你先带娘亲回去，我将这个食盒给周云京送进去，总不能浪费了娘的一片心意。沈琛已经听见了他的心声，自然是不会阻拦他的。谁？是我，来给你送晚膳了，这可是我娘亲亲手做的呢，赶紧吃吧。周云京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慌乱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。他冷笑道：哼，你怎么进来的？竟敢擅闯我的府邸！当然是走进来的，你这侍郎府的守卫还真是垃圾呢。不过周大人也别着急，我只是替我娘来送个饭。你娘呢？我娘说你会出去取，不过我看着马上就要宵禁了，侍郎府的门还是紧紧的闭着，便只能将我娘打晕，让大哥带回去了。只要下蛊的事儿不被这被死丫头发现就好。哎，赶紧吃吧，我娘亲手做的，你吃了我也该走了。周云京拿起筷子夹了一点菜放入口中，刚嚼了几下，他就脸色大变。你下毒！话还没说完，他就一头栽倒在地上。沈月娇看着倒地的周云京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哼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做点什么不好？为什么要坑我娘呢？他转身离开了房间，消失在了夜色中。第2日清晨，
周侍郎没有出现在朝堂之上，而是请了病假在家休息。原来昨晚周云京从昏迷中醒来，便感觉自己浑身像是着了火，只能匆匆去了高明雅的院子。两人一夜云雨过后，他感到浑身无力，头晕目眩，最终昏迷不醒。皇上得知此事后，派太医前来诊治。经过一番诊断，太医得出结论：纵欲过度，导致昏厥体虚。皇上大怒，根本不听解释，直接降下旨意：周云京穷奢极欲，纵情于女色，罚扣俸禄半年，闭门思过10日。沈月娇兄妹不禁松了口气，看来周云京这段时间内都无法出门了，也就不用担心他娘会被周侍郎指使去做什么事情。与此同时，暗柳一大早就抵达了京城。沈月娇立刻安排暗柳时刻跟随在自家娘亲身边，确保她的安全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也可以放心的去做其他的事了。另一边，沈月娇继续为太子解毒，每一次解毒的过程都异常痛苦，但每次解完毒后，太子都会感觉到身体变得轻松许多。金銮殿上，坐在龙椅上的康元帝龙颜大悦，满脸喜色地看着下手的几人。好好好啊，小丫头不错，想要什么奖赏和朕说说呀。民女的三哥喜欢做生意，只是苦于京城的铺子价位太高，所以还留在青州。民女想要一家团聚，所以能不能向皇上请旨，买下朱雀街中心位置的那2家铺子？民女的三哥喜欢做生意，只是苦于京城的铺子价位太高，所以还留在青州。民女想要一家团聚，所以能不能向皇上请旨，买下朱雀街中心位置的那2家铺子？沈月娇垂眸，全身透露着乖巧、单纯、懵懂，似乎是真的不知道那2家铺子的意义，却没看到他话一出口，众人脸色都变了。皇上脸上的笑容也都散去，眉头紧皱着看向沈月娇。朱雀街现在控制的铺子只有2间，已经控制了多年，其中一间是大越长公主在世的时候用来开青楼的地方。先帝膝下总共只有2个女儿，因此这2位公主从小便在皇宫内受尽了宠爱。然而她们2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。大公主作为长女，个性自私自利，骄纵蛮横，且心狠手辣，只要能够达成目标，可以不择手段。而六公主则是当今圣上的亲妹妹，她与自己皇兄关系密切，情感深厚。六公主的性格温柔婉约，心地善良，宛如一朵盛开的白莲花般纯洁无瑕。但由于他们的母亲娘家并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势力，所以在宫廷中的地位相对较低。时光荏苒，六公主逐渐长大成人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美不胜收。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，这位小公主将来必定会成为一个倾国倾城的佳人。可是这样的美貌却引起了长公主的嫉妒之心，于是她指使手下将未满15岁的六公主抓走，并将其丢进了自己开的青楼。从此六公主被迫在那里像其他的妓女一样接待客人。等到先皇和皇上得知此事，并派人寻找时，最终找到的却是一具遍体鳞伤、浑身淤青的尸体。这次不同以往，长公主用如此恶毒残忍的法子害死自己的妹妹，自然不可能轻易饶恕。不过先皇还是不忍心直接杀了，所以便直接送去东岳和亲。而那2间本属于长公主的铺子便直接被贴了封条。怎么不说话呢？我怎么腿都跪麻了？难道还没过去心里那道坎呢？逝者已逝，留2间铺子有什么用啊？更何况这还是让六公主受辱的地方。
反正不给我，过段时间也会被太后赏赐给沈甜甜的。我至少还救过你儿子，沈甜甜也就在太后面前说了几句好话而已，给她还不如给我。起来吧，为什么要那2间铺子？回皇上，民女想要朱雀街的铺子，不过是那边的铺子抢手，现在空着的只有那2间。当然是为了断了沈甜甜的后路啊，让她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。皇上和镇国侯府等人顿时来了兴致，一个个瞪大双眼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沈月娇，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来的情节发展。沈甜甜将那2间铺子打通之后，开设了一家酒楼。因为有了太后的支持，这家酒楼居然被她误打误撞经营得风生水起，生意异常火爆。眼见赚钱如此容易，沈甜甜的野心愈发膨胀，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大。她开始背地里做起了违法乱纪的勾当，拐卖年幼女孩，并暗中做起了青楼的营生。皇上，沈丫头救了太子殿下，这可是大功一件啊！而且她提出的要求也不过分，您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？要不您和太后娘娘商量商量。是啊，朱雀街那2间铺子已经空着很多年了，如果一直闲下去实在是太可惜了。现在正好可以赏赐给沈丫头，让她去经营，说不定还能带来一些收益呢。康元帝故作犹豫地沉思了片刻，然后才缓缓开口：既然如此，朕就派人去问问太后的意见。太后年岁已大，不能再受刺激，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。说完，他便挥挥手示意他们先下去。沈月娇心中虽是疑惑，但还是跟着众人一起行礼告退。哎呀，这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算了，还是先离开吧。能不能给我以后再说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给三哥在别处买几间铺子，不过就是便宜了沈甜甜。娇娇，是娇娇吗？沈月娇听见声音，一转头就看见沈甜甜向自己跑过来。哼，还真是不经念的，怎么哪里都有这货？这是刚从太后宫里出来的吗？啊，娇娇，等等我呀！娇娇怎么不理人呀？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唉，那日我也是好心，是药3分毒，你给娘亲下药，总会伤到娘亲的身子的。你有病啊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生气？还有，你叫我娘叫的这么亲热，尚书夫人知道吗？切，茶里茶气的，只想跟别人暗示我无理取闹。永安王和程锦鹏对视一眼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沈丫头跟我回侯府一趟，我夫人身体不太舒服，想请你过去看看，我也去看看侯夫人。他自然知道程锦鹏这次请沈月娇过去是为了什么，这都是他们之前商量好的。程锦鹏认沈月娇成义女，才好让皇上赐他郡主封号。其实他也想认义女，可是谁让他后宅不宁呢？外公，沈甜甜想要叫住高丞相，不过见对方也不理会自己，气得跺了跺脚。去打听一下，沈月娇为什么会和外公他们一起入宫？其实，最近我总是觉得下身瘙痒难耐，而且有时候会有异味出现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夫人，您别担心，这种病很常见，很多女性都会遇到类似的困扰，只要我们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，很快就能恢复健康的。这种病难以启齿，但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沈月娇理解的点点头，她详细询问了镇国侯夫人的症状，
他还给郑国侯夫人提供了一些建议。郑国侯夫人仔细地听着沈月娇叮嘱的事，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，眼中闪烁着赞赏的光芒。她不禁心中感叹：娇娇真厉害。娇娇啊，郑国侯府只有3个臭小子，我和侯爷一直想要个女儿，你愿意做我们的女儿吗？沈月娇听到这句话后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沈月娇才回过神来。夫人，我自然是欢喜的，不过我还是想问问，您为什么想认我呢？娇娇，别紧张，慢慢考虑一下。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，那我去跟侯爷说，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，以后你便喊我钟姨。沈月娇感激地看着郑国侯夫人，心里充满了感动。夫人，谢谢您的厚爱，不过这件事儿我想回去先跟娘亲商量一下。郑国侯夫人点了点头，微笑着表示同意。在得知沈月娇并没有直接同意后，还有些惊讶。他们本以为这件事一定能成的，皇上连圣旨都准备好了。侯爷和王爷就是太心急了，娇娇没直接答应，不是也并没有拒绝吗？夫人你不懂，沈丫头的事儿不能用平常的想法去考虑啊。沈月娇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块瓦片，此时屋内的人在休息，一片安静，然后将制作好的药粉轻轻地从房顶上洒下去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终于躺在床上的苗瑞开始不安分起来，身体不停地扭动，似乎想要挣脱什么束缚。看到这一幕，沈月娇的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。苗直像是在看着自己的古王发呆，信封飘落下来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便发现了。来不及捡起信封，苗直第一时间冲出房间。知道自己定是追不上了，便返回房间捡起地上的信。苗瑞竟然，他转身匆忙去了苗瑞的房间，希望可以来得及阻止，却没想到刚到房间门口，便听见一阵暧昧的粗喘声。苗直紧紧地捏着拳头，极致的愤怒显现在脸上，不过不得已只能隐忍下来。在得知苗直果然没有打开那扇门的时候，也只是笑了笑。哼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热闹还在后头呢。今天只是个开始，就算今日苗瑞不用男人帮忙，以后总会忍不住的。他下的药可是每月月圆之夜都会发作一次，一次比一次厉害。苗瑞这个圣女还当不当得成呢？为什么苗直不直接撞破，而是选择帮他隐瞒呢？苗瑞若是不能当这个圣女，会对苗瑞有什么影响？主人，苗家圣女和王子的古王需要亲兄妹用自己的血喂养，若是苗瑞被处死，那么苗直这个王子也当不成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主人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？当然是继续看戏了。主人，你留着苗瑞不是想让他对付沈丁田吗？怎么这会儿又要自己对付苗瑞啦？哼，挺聪明嘛，都能猜到我留下苗瑞的目的了。
沈甜甜的坏事还没来得及做，不过苗瑞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惹到了我。再说了，谁说我现在要对付苗瑞啦？那药也只是个开胃菜而已。沈月娇嘴角挂上玩味的笑，空间里的小布看见沈月娇的笑，趴在地上瑟瑟发抖。怎么感觉主人笑得格外变态？又过了几日，郑国侯夫妻俩找上门的时候，沈月娇才想起自己认干亲这件事已经被他抛到脑后了。郑国侯并不是空手来的，还带了道圣旨和朱雀街2间铺子的契约。恭喜小丫头得偿所愿了。多谢侯爷夫人。我听夫人说你不愿意认我们做异父异母。沈丫头说回家跟她娘商量商量，可没说不同意呀。是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所以民女才想回家问问娘亲。好，那商量的怎么样啊？若是你认了我们，本侯现在就进宫请旨，给你请封个郡主当当。怎么感觉这位侯爷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？认个义女就这么着急吗？竟然找上门要认我做义女，还要请封郡主。哎呀，我也不想，但是秋日举办的进宫宴会已经要开始了，得赶紧让我有个能参宴的机会啊。虽说皇上一句话就能让还是平民的我去参加进宫宴，但那属于名不正言不顺啊。若是因此惹得其他大臣不满，那以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隐患。娇娇是还没商量好吗？我们再等等也没关系。沈月娇接收到侯夫人的示意，也不再拿瞧，微微一笑，行了个大礼。多谢义父义母厚爱，能得到你们的疼爱是娇娇的福气。哈哈哈，好啊，快起来快起来。娇娇快起来快起来。侯夫人更是直接走过去扶起沈月娇，还顺手摘下自己手上的镯子给沈月娇戴上。沈月娇推辞一番无果，便也收下了，想着以后也给义母送些礼物。程锦鹏激动地站起身来，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冲进宫里为沈月娇请封。不急于一时，不如明日请旨和敬茶一起办了。敬茶也相当于一个小小的仪式，敬了茶磕个头才算正式的认可这亲事。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家常，郑国侯夫人不知道沈清的情况，还问了沈清怎么不在府中。沈月娇只大概解释了几句，随后郑国侯夫妻2人起身告辞，沈月娇恭敬地送他们离开。次日早朝后，程锦鹏来到御书房，跟康元帝禀明沈月娇已经答应做他义女，请皇上下旨赐封郡主。圣旨是早就拟好的。康元帝看着激动的快要蹦起来的程锦鹏，笑骂几句，才吩咐身边的郭安去传旨。这个时候，沈家除了跟在太子身边当差的沈琛不在，其他人都在，包括刚到京城的沈良和沈括，甚至已经不属于沈家人的周云京。阿阔，快跟我回府吧，你娘可是说了，让你以后跟我生活。程锦鹏和自己夫人一进门，就听见周云京在那里大言不惭。老东西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娘什么时候说过让三哥跟你啊？就你这样的断子绝孙的命也配有儿子？哼，我们是沈家人，可不是姓周的。你一个赘婿能拿到和离书就不错了，还想要孩子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阿阔，爹知道以前对不起你们母子，但现在爹已经知错了，爹会好好补偿你的。只要你肯跟爹回去，爹保证给你请最好的先生教你读书，将来考个状元，回来光宗耀祖。呸！谁要跟你一起回去？我可没有你这样的爹，赶紧滚出去！阿阔，你不是喜欢做生意吗？如今你来京城了，荆州那边酒楼是不是已经盘出去了？没关系，爹给你在京城开一家酒楼。周云京说着就要去拉沈括，
却被沈括用力甩开。沈月娇冷笑着嘲讽道：你以为你说几句软话，用一点点的利益就能哄得三哥跟你走？做梦去吧，老东西，不要脸的很。逆女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怎么说也是你爹，没教养的东西。还真是可笑，你一个赘婿都已经和离了，还敢说是我爹？我娘没给你修书，那都是看在皇上的面子上。老东西，不要得寸进尺了。沈烨注意到门口站着的程景鹏两人，不想让人看笑话，便直接出言打断：周大人还是赶快离开吧，我记得圣旨上可是明明白白写了，让我们有3个月的选择时间，现在3个月未到，周大人也太着急了些。说是阿叶愿意跟我走，我也不介意多养一个儿子，不过你们娘还是想让阿阔跟我。沈烨心中一阵冷笑，这老东西真是胃口大得很，竟然还想让他们兄弟2人都跟他走。晴晴，你倒是说句话，是不是你说的让阿阔跟着我？难道现在要反悔不成？娘！哎呀，我的傻三哥啊，还等着娘打脸周云京吗？哎呀，我们的娘已经被周云京下了傀儡蛊，现在全都听周云京命令，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维。沈括猛地转头看向沈烨，只见对方微微点头，才相信沈月娇心声透露的消息。没错，阿阔跟你爹离开以后便改成周姓。站在门口听了半天的镇国侯夫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。哎，夫人别冲动。圣旨到，沈月娇接旨。由于提前知晓了圣旨的大概内容，沈月娇和沈家其他几人都显得相当淡定，只有周云京一脸茫然。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圣旨传到沈家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这道圣旨竟然还指明要沈月娇接旨。安平郡主？周云京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沈月娇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周侍郎也在，不是已经和离了吗？怎的还走动这么频繁？高丞相可知道你做的这些？周云京脸色一变，矢口否认。侯爷误会了，和离后下官便没有跟沈氏继续走动，只是来问问孩子们愿不愿意跟我回府。哦，这才过了几日，周侍郎就着急了。义父说的对，圣旨上明明说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做决定，这周大人竟然今天就来逼迫三哥跟他回府，这都算得上抗旨不遵了吧？不，下官只是问问，没有强迫。沈月娇不屑地看着被吓成狗的周云京。呸！狗贼，欺软怕硬，贪生怕死，无耻之徒！我叫你一声怂货，你敢答应吗？听到他心声的一众人都被震得头脑发懵，一时之间竟然无言以对。程景鹏转头看向几乎快缩起来的周云京，心中不由得暗暗叹息一声，觉得这个形容实在太准确了。既然如此，那问完了赶紧回去吧。接着他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沈清和沈月娇兄妹，心中不禁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法。原来傣族真能出好笋，就这几兄妹的气度，说是不说，谁能跟眼前这怂货联系到一起？这周云京抛妻弃子这么多年，或许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这几子若被周云京带在身边教养，指不定给教成什么样。周云京不知他心中所想，但是看程景鹏一副让自己赶紧滚的架势，也不敢继续纠缠，只抿了抿嘴唇，意味不明地看了沈清一眼，转身离开了。碍眼的人离开，
沈家的气氛逐渐好了起来。程锦鹏夫妻二人有意与沈家人拉近关系，说话的时候态度非常随和。午饭时间，一行人直接去了京城最大的酒楼汉墨轩。两家人推杯换盏中，气氛非常融洽。呀，娇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好狗不挡道。娇娇，你现在已经回了李家村，可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大手大脚了。沈家人种1年的地都不够你在汉墨轩用1顿饭的。哼，你这是觉得我吃饭付不起银子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沈家挣钱不容易，让你不要再像之前在京城时候一样。甜甜，你跟他说这么多做什么？反正他到时候没银子结账，就会后悔了的。哟，甜甜，这位就是被尚书府送回村的贾千金啊！哎呦，这穿着也太不讲究了吧！你们看看他穿的这副穷酸样，哪里像能吃得起汉墨轩的？就是，甜甜好心劝他，他竟然还不知好歹。你们不要这么说，娇娇你，哎，算了，今日的账就由我帮你结吧，之后可不能如此了。呵呵，你帮我结？你确定？你不会真让甜甜帮你结吧？你也太不要脸了。就是，都已经被送回乡下了，凭什么还花尚书府的银子呀？哼，也就是甜甜善良。若是有人抢了我10多年的人生，我定要让他将这些年的花费全都还回来。切，主人都没发话，你们在狗叫些什么？你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！今日本小姐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你们不要打了，娇娇不要伤人！啊，小贱人，竟然敢打我！看我今天不撕了你！沈月娇又是一抬脚，直接将人踢飞出去，趴在地上好半天都没能缓过来，那姿势够一个大家闺秀被嘲笑半年了。沈甜甜身后站着的几人就在憋笑，跟你们说了，好狗不挡道，还不赶紧滚！别怪我不客气啊！哎，还结账吗？没银子就直说，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沈甜甜面色一僵，她确实没银子，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她也不能直接说没银子。她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低下头，等着其他人帮她说话，那自己便可以顺水推舟拒绝付银子。沈月娇见没人说话，脸上更添了几分嘲讽。怎么？沈大小姐不是自己放下的豪言壮语，要帮我结账吗？这会儿不出声，不会是没银子吧？啊？不会吧？你可是堂堂户部尚书府的嫡女呢，你可是从李家村飞上了枝头呢，怎么现在连顿饭都请不起啊？哎，我之前还没被送回村里的时候，可没少来汉墨轩吃饭呢，怎么换了你就……哎，不是，娇娇你误会了，我是想请你的，不过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。哦，是吗？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没带够银子呢？非要摆出一副大方的样子来邀请我，现在又说是误会，真是可笑。沈甜甜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嘴唇微微颤抖着，想要解释些什么，但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哼，你这是知道我会拒绝才虚情假意开口的吧？哎呀，真虚伪啊！不是这样的。那是哪样的？难道你还能借钱给我结账不成？你人缘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吧？这么多银子，谁愿意借给你啊？
我没想到出门会遇到娇娇，所以没带那么多银子。宝珠，你能不能先借我50两银子？等我回家拿了银子，马上就还给你。甜甜，不用还我的，你之前可是救了我一命呢，这点银子不算什么。曲宝珠果然给钱给得痛快，从荷包中拿出50两，直接递给沈甜甜。谢谢宝珠，我们一码归一码。虽然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不过钱还是会还的。娇娇，给你银票去结账吧。还是我同你一起去吧，你可别拿了银子。那意思就好像沈月娇拿了银子会直接跑路一般，惹得跟在他们后面的人又开始小声嘀咕：哎呦，行了，别在这狗叫吵到别人。既然要结账，那就一起下去吧。掌柜，结账。好嘞，请问小姐，您哪个雅间？娇娇，你是哪个雅间？疯子1号。疯子间接待的都是当朝权贵，那可不是有钱就能进的。沈甜甜他们来汉墨轩都只能去雪字号而已，不是因为他们付不起银子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地位。娇娇，不要开玩笑了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我说的都是真话呀，我刚刚的确是在疯子1号，没有骗你们呀。既然沈小姐说自己是疯子号房间，那不如领我们去看看，长长见识。哎呀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想要知道我是否在疯子号，直接问一下掌柜不就知道了吗？难道沈月娇真的在疯子1号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她一个平民百姓，怎么可能去得了天字号？还请掌柜帮我证明一下，我在哪个雅间？这位是户部尚书沈大人家的独女，今天我们雅间一切消费都由她结账。这位小姐确实在疯子1号雅间。这可是他家主子的义妹，虽说主子还没见过，但这位可是侯爷特意介绍过的，那可不能怠慢。麻烦掌柜为我证明了，刚才沈尚书家嫡女说的话你也都听见了，所以疯子1号雅间的费用就找他要就好了。娇娇，疯子1号需要结算170两，小姐是要记在沈尚书的账上吗？不用记账，沈甜甜一脸为难地看向曲宝珠，她希望曲宝珠能够再次借她一些银子，绝对不能挂账。若是让父亲知道自己今日做了什么蠢事，那他这些日子的经营全都白费了。甜甜，我出门的时候也没有带那么多银子呀。沈月娇面上带笑地站在一边，就看着沈甜甜到处借钱，也没有一点要解围的意思。笑话，这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大肥羊，他怎么能放弃不宰呢？哎，小布，那个人傻钱多的宝珠姑娘什么来头啊？曲宝珠是曲哲的亲妹妹，从小被家里宠得思想有些单纯。刚才沈甜甜说是她的救命恩人，怎么回事啊？也不算救命恩人吧，就是曲宝珠走楼梯的时候差点滑倒，被沈甜甜扶了一下。或许不被扶那一个，曲宝珠会从楼梯上掉下去。这件事被沈甜甜无限放大，逢人就说。现如今所有人都以为沈甜甜是曲宝珠的救命恩人了，就连曲宝珠自己也被洗脑得很彻底。纳尼？还能这样？沈甜甜也的确是个人才啊！在沈甜甜一群人终于凑够了银子，给沈月娇所在的雅间结了账之后，还问了掌柜，和沈月娇一起吃饭的都有谁？掌柜见沈月娇没有要隐瞒的意思，便解释道：沈小姐和她的家人，还有郑国侯和侯夫人。这些人都不长眼吗？竟然在自己面前讨好沈月娇，简直是不知所谓。得找人去查查，为什么沈月娇能搭上郑国侯府？沈月娇这辈子就应该在李家村蹉跎一生，为什么现在会来京城？沈月娇这一世怎么变化这么大？难道沈月娇也跟自己一样是重生来的？他看着沈甜甜离开之后，也转身回了雅间。
并没有隐瞒，直接将刚才发生的事全部讲给众人听。这还真是随根儿。高敏柔心眼就不大，没想到这个闺女心眼更小，脑子还蠢得很。娇娇，你要记得啊，自己身后有人撑腰，以后遇到什么麻烦事儿，记得告诉义父，义父定会第一时间帮你出气去。我知道的，义父放心，我不会让人欺负的。遇上沈甜甜这样的冤大头，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。李诗文比沈括他们还要晚几日到京城，不过进京之后便开始多方打听沈月娇的消息，在知道沈月娇现在的住址之后，便第一时间过来找人了。哎呀，娇娇怎么突然离开了？不是说好了要跟我们一起走的吗？哎呀，临时遇到些事儿，也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哎，我听说你被皇帝伯伯封为安平郡主了。嘿，我家娇娇就是厉害，谁见了都喜欢。果然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伯伯也不能避免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娘听见郑国侯认你为义女的时候，差点气死。本来她想认你做义女的，没想到还没来得及说出来，就被郑国侯捷足先登了。大部分都是李诗文小嘴叭叭叭的在说，沈月娇只管微笑听着。两人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，便说到了外面的传言，就连刚进京的李诗文都听说了，沈尚书家贼有钱，还有人脉，嫡女去汉墨轩吃饭都是去疯子号的。沈月娇不知道这传言怎么和自己让人传的有些不一样，不过结果却是她想要的。那是他自己主动说的，我推辞不过也没有办法嘛。沈月娇笑得无害，反正对谁她都不可能承认自己坑人的。李诗文倒是也没有继续纠结这件事，反正娇娇怎么做都有她自己的道理，娇娇这么单纯善良，肯定不会主动害人。3日后，郑国侯夫人来接沈月娇，说是让她去侯府住几日，准备一下进宫的事宜。二哥、三哥，你们照顾好娘亲，尤其是要注意周云经那老东西。好了，娇娇，你去了侯府之后，可以随时回来的。哎呀，你们不懂。哎呀，我这一去可就有的忙了。不过最后还是只能一步3回头的上了去侯府的马车。马车上，沈月娇装作满脸好奇地看着侯夫人。义母，既然这个进宫宴如此重要，那出门游历的义兄会不会回来啊？唉，你义兄这次恐怕赶不回来了。你义兄就喜欢在外面跑，说什么拜师学艺去了。沈月娇默默点头，一副只是随便问问的样子，不过心中却在想怎么提醒一下义父义母，救一下大反派。第二天清晨，太阳刚升起不久，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，沈月娇便被程景鹏叫到了他的书房。娇娇，准备一下，今日随我入宫。进宫？是有什么事吗？皇上懿旨，我和永安王负责宫苑区的安全布置。听端木林那小子说你懂些风水，所以想叫你一起去看看。端木林？他回京了？不过我什么时候跟他说我懂风水了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不重要，进宫看看也好，也能提前预防那场刺杀。哦，还有东岳带来的白虎，要留出足够的安全区域才行。刺杀白虎，果然让娇娇进宫是对的。今年的进宫宴危机四伏啊。好，那我听义父的。不过进宫之前我有件事要跟义父说。哦，什么事？端木世子应该有跟您说过，我还会些算命看相的本事。我观义父面相，近日会有子嗣伤及性命，这恐怕会跟义兄有关。我得把事情说得严重一些。若只说受伤，义父不当回事怎么办？毕竟程景这次受伤还挺严重的。怎么回事？娇娇，你详细说说。小布，你能标记程景受伤的地点吗？哦，
还有时间，我记得书中只写了大概，你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？陈景崩此刻就在被追杀，受伤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距离京城不远的十里坡，时间就到今晚子时。沈月娇整理了一下话术，将时间故意多报了一个时辰，让人提前去等着，总比去晚了强。听说程景武功极高，若是能参加宴会，到时候遇到了刺客也能多份力量。娇娇，你先坐会儿，义父这就去安排人。义父让人带上这个，可解百毒，若是有人中毒，服一粒即可。好。沈月娇见书房里只剩自己，索性也跟着离开，去了侯夫人的院子。当沈月娇踏入侯夫人的院子时，一股熟悉的温暖气息扑面而来，就看到侯夫人正坐在庭院中的石凳上，神情温和地和身边的嬷嬷说着什么。沈月娇快步走到义母身边，脸上笑意明显，语气娇憨：义母，娇娇今日可是要跟您告假了。都这个时间了，怎的还在府中？不是说跟你义父进宫去吗？义父有些事需要安排，正好有这个时间，我便来跟您说一声。侯夫人点点头，眼中依然流露出担忧。她轻轻地拍了拍沈月娇的手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凡事不要逞强。宫中贵人多，规矩也多，不过娇娇放心，我们重规矩，但也不能被欺负。若是遇上那不长眼的，直接跟你义父说，让他给你撑腰。义母放心，娇娇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了去。两人聊了一会儿天，沈月娇讲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，逗得侯夫人开怀大笑。没多久，便有人来喊沈月娇该出发了，说永安王也来了，如今在门外等着。义母安心，娇娇先走了，等晚些回来，我给义母带好吃的。你这丫头越发没个正形，快走快走，别让人都等着。入宫后，沈月娇一路跟着程锦鹏二人来到御书房。沈月娇看见御书房中的人，有些惊讶地扬扬眉，随后跟着一起行礼。啊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多人？不是说看风水吗？怎么来了这么多大臣？好像是要密谋什么大事啊！咦，这笑得跟朵花似的，看着就虚伪的很呢。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样的误会？我笑得很假吗？安平郡主来了，你义父说你会看风水的本事，想让你辅佐他一起布置进贡国宴的地点，你可有什么建议啊？回皇上，臣女想去要布置的场地看看。你也说了是看风水，我不看怎么知道有什么建议啊？怎么感觉这些人都奇奇怪怪的？看我的眼神是不是有些太热情了？有点招架不住啊。康元帝瞪了下面的人几眼，示意他们都收敛一些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去看看。正巧朕也坐累了，想出去走走。走到一处宫殿，太子温和的声音在沈月娇耳边响起：这里就是了。第一日的宫宴便是在这太和殿举行。沈月娇仔细观察了宫宴区域的布局和装饰风格，心中却是无语的一批。这空荡荡的宫殿，一看就是提前将东西都清出去了吧？这还看什么风水啊？不过这太和殿好像看着跟原著描写的不一样呢。主人，原著中最终举行宫宴的是太清宫，因为太和殿在宫宴前日失火了。哦，对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。皇上和魏强低声吩咐着什么，其他人都在专心听着沈月娇的心声。沈月娇接下来又透露了一些宴会上会发生的事，都被太子等人记在心里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沈月娇经常被皇上召进宫，协助程锦鹏等人处理事务。安平郡主这又是跟郑国侯进宫了？今日进宫是为了何事啊？见过二皇子殿下。
安平郡主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本皇子长得很吓人吗？还是说安平郡主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怕被本皇子知道呢？二皇子多虑了，臣女胆小，不善言辞。二皇子却是不肯罢休，一步步靠近他，脸上带着一丝邪魅的笑容。他打量着眼前的少女。安平郡主不必如此拘谨，本皇子又不会吃了你，不如陪本皇子走走如何呀？谢二皇子厚爱，不过臣女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二皇子了。安平郡主是想做太子妃？请二皇子自重，本郡主还未及第，并没有那些不该有的想法。一个村姑，只是运气好被父皇封了个郡主而已。你这几日总在宫中跑，不就是想找个男人嫁了吗？我可去你爹的吧！就你长得跟癞蛤蟆似的，离远点都看不出来是个人，也敢笑想本姑娘？就是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你给老娘提鞋都不配，傻叉玩意儿，真他妈恶心！沈月娇越说越气，忍不住在二皇子身上踹了几脚。看着二皇子晕倒在地，他才稍稍解气，但还是一脸厌恶。见周围好像没有人看见自己动手，于是救命啊！有登徒子啊！救命啊！有人晕倒了，快来人呐！是平安郡主，快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当李洪正赶到的时候，看到沈月娇并没有出事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怎么了？刚才有个奴才想要非礼我，被我狠狠地打了一顿，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那个人长什么样子。太子殿下，快帮我看看，可吓死我了！太子李洪战瞥了一眼被蒙住脑袋的人，心里嘀咕：这确实看不清楚是谁啊。哼，看着也不像个下人嘛。这到底是我哪个弟弟又倒霉了，居然招惹这个小走走？这时一旁的沈月娇用一种委屈巴巴的小眼神看着李洪战，迎上小姑娘的目光，李洪战心中一软，随即吩咐道：你们几个去看看，究竟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惊扰到安平郡主？殿下，是二皇子。二弟。自其贵妃出事后，二皇子的变化确实让人感到意外。若不是李洪泰一直在自己人眼皮子底下，李洪战甚至怀疑前后是否真的是同一个人。哇，都被打得那么惨了，居然还能认出来是二皇子，看来太子身边的人还真是与众不同啊！太子李洪战无奈地看着眼前的小丫头，自己刚才怎么就心软了，觉得这个小丫头是被吓着了呢？安平郡主，能否请您向本宫解释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？怎么会是二皇子呢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他呀！这要是知道，我绝对不会打他的。我只是看到有个人影冲过来，嘴里还说着要带我回府，我当时吓坏了，所以才动手的。都是这傻叉自找的，他想让我给他做小妾，我还这么小，我还是个孩子啊！这么恶心的思想可要不得，必须及时杜绝。以后见他一次打他一次，一定要让这狗东西见到我就吓得瑟瑟发抖。狗东西自己心脏，还要以己夺人，说什么我想做太子妃？我一个还没有及第的小姑娘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太子那块老腊肉啊？我很老吗？虽然也不是说他就想娶眼前这个小姑娘，但是被人说成什么老腊肉还是很影响心情的。李洪战摇摇脑袋，自己还真被这小丫头的心声绕进去了。别怕，
等会儿到父皇面前将事情说一下。二皇子看起来只是外伤，等人醒过来就没事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定会如实跟皇上说明的。李弘泰就是个禽兽，竟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沈月娇把这件事儿添油加醋地告诉了皇帝。这时候皇帝心情烦躁，李弘泰正好成了他发泄怒火的对象。李弘泰醒来后发现情况完全变了样啊！打了人的沈月娇不仅安然无恙，还得到了皇帝的许多赏赐。李弘泰气得在自己的宫殿里大发雷霆，但即使他再愚蠢，也不敢再把这件事闹大。他本就是个记仇的，沈月娇又正好招惹了他，让他吃了如此大亏。李弘泰忍不住在心中计划着要怎么对付沈月娇。景儿，怎么等在这里？父亲，孩儿来向父亲报个平安。好，这是你义妹娇娇，你们还是第一次见面。景儿，我们先回府再说。义父，娇娇有些日子没见到娘亲了，心中一直记挂着，今日能否回家看看？正好你们父子也培养培养感情，感觉这一路上好尴尬呀，这对父子好像不熟啊。哎呀，这大反派果然帅气阳光型的，现在家中还没遇到事儿，还没有黑化，这简直就是阳光学长嘛！程锦鹏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然后拍了拍程锦的肩膀，给他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。既然如此，那娇娇便回去看看吧。宫里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，正好可以在家里多待几天。不过宴会开始前，你要记得回到侯府来啊。是，义妹辛苦了，回家休息吧。那娇娇就先告辞了。彩色花瓣散落风中，暮色竟然沉默枝头，掌心纹路刻着春秋，触不到。二哥三哥，我只是担心娇娇会因为想要过好日子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来。这就不劳沈小姐费心了，我妹妹心性单纯，必不会如沈小姐心中所想一样肮脏。沈烨淡定的声音传入沈月娇耳中，让她忍不住为自家哥哥点赞。沈甜甜听见沈烨的话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二哥，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？二哥不是一直都这么说话吗？沈小姐快快离开吧，等会儿娇娇回来了啊，看见你会心烦。二哥三哥，你们真的不管娇娇了吗？她总归是一个小姑娘，很容易贪图富贵做错事的，到时候毁了自己名声，得不偿失啊。小布，沈甜甜怎么来了？她这是来挑拨离间？主人，沈甜甜这几日频繁来沈府，总是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，想引导沈家哥哥们厌恶主人。不过沈家哥哥对主人很是信任，根本没有相信沈甜甜所说，甚至如今对沈甜甜很是厌恶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一是想跟沈家人关系缓和一下，二是那日主人在风字号包厢的事，
沈甜甜还是放在了心上，便想着到沈家这边来打探消息。外公、娘亲、哥哥们，我回来了。啊？你怎么来我家了？那日借的钱都还清了吗？啊，娇娇回来了，这是又去哪里玩了？娇娇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快回屋跟娘说说话。这些日子不见娘，肯定想你了。沈小姐请回吧，既然已经回了亲生父母家，那便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。二哥，你们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我也是为了帮家里做点事，我知道那时候家里缺钱，所以才想着回亲生父母家，这样也能帮哥哥们。事后见面就当不认识，若不然，沈甜甜，你知道我的性子。二哥，不需要在我面前装，你当初自己做过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，好自为之。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走，我倒要看看那个沈月娇究竟有何能耐。不就是攀上了一个侯府吗？难不成还真能压出我的风头？